好，我是你们的金牌导游小楼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喽。26号，严浩翔、贺峻霖恋情登上热搜，公司紧急辟谣，小楼也急忙去了解了前因后果。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投稿了一条根本听不清楚在说什么的录音，配上自己臆想出来的字幕，最后发酵成恋情谣言。声明中也表示这是饭圈互撕引发的恶意造谣。小楼只想说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粉丝没打出个输赢，正主却的确受到了伤害。这种情况在楼内屡见不鲜。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严小熊也并非第一次遭遇这些，比如黑粉口中的折返跑。事实上，这些东西他早在孩子时候就已经见过了，可他现在不是孩子了。子虚乌有的谣言和没由来的谩骂并不会打倒他。回头看小熊这一路的成长，镜头里的他好像一夜之间长大，从缺牙巴的小熊变成了烟嗓 IP 翔哥。小楼翻遍回归后的各种边角物料，才勉强拼凑出了他的成长史。2015年底，小熊第一次出现在了 TF 家族的物料中，此后直到2016年5月的月考。这次月考不仅有自信级巅峰的阎王，还有第一次泪洒18楼的小熊。2个小队全都完成表演后，小熊的队伍要淘汰一个人，起初大家都不愿意淘汰队友，最后僵持不下，被工作人员带进屋子，分别写出自己要淘汰队友的名字。小熊问能不能写自己，得到否定答复后，偏过头满脸是泪。除了残酷的淘汰制，上楼期间的大多数时光是快乐的，和大家一起路演、参演公司的自制剧，在舞练里客串一下 MC， 在练习室挥洒汗水。被问到想和大家一起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，小熊的回答说家庭聚会，又真诚又可爱，妈粉血槽已空。然而分离来得很快，2016年的圣诞奇幻夜是小熊离开18楼的最后一个舞台，一场表演就集齐了卧龙和粪厨。卧龙是我们的锯木头小熊，粪厨就是他的黑历史搭档张哥。但是要记住，此时锯木头的阎王养成系后面要考。之后李飞、黄瑞分家，小熊开启了漫画人物转译文副本。离开18楼的他遭到网友攻击，他们骂他野心家，说他是白眼狼。他曾说害怕看到评论那些骂他的话，因为心里会非常痛，一直到后来就变成不去看不去关注。不仅如此，父母当时也并不支持他的梦想，于是随着物料逐渐减少，2017年8月，他暂停演艺活动，按照父亲的要求前往加拿大。有时候梦想和现实只有一张机票的距离，却远得触摸不到。离开前他发了一条微博，说上海等我回来，一直到寒假集训开始后，我们的小熊如约回国。2018年的冒险从回国开始，这段时间的他正处于变声期，但还是努力跟上训练进度，因为长时间物料空白，曝光度大打折扣。中考前夕，公司突然宣布小熊要暂停中考前所有的演艺活动，专心备考，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。之后小熊再次消失在了物料中，夏日记上的落叶归根是他在易安音乐社最后一个舞台。闭关期间的小熊零曝光，他在微博给粉丝留言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放心，梦想一直没有变。这一年对小熊来说无疑是最煎熬的，分居两地的父母，独自定居在上海的易安音乐社，和公司的合约问题，父亲的不理解，以及还未成年什么都做不了的自己，还有遥不可及的舞台梦，这些问题远不是他一个孩子能够承受的，他只能一边自我消化，一边努力前行。2018年底，小熊向易安音乐社提出解约，直到19年4月才成功解约。这时候李飞得知他的状况后，抛来了橄榄枝，花300万把他带回了时代峰峻，参加台风蜕变之战。但从展艺文变回严浩翔，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他的回归迎来了外界的一片骂声，说他折返跑是见利忘义，但实际上他应该是最不在乎利益的，毕竟家境摆在那里，爱豆之路行不通就回家继承家业，所以说他的梦想一直就是舞台和自己的热爱。黑粉口中的折返跑也并不能成为什么黑点，因为他既没有影响谁的出道，也没有挤走别人，更没有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，又何苦被说成一个罪人呢？刚回来那段时间，小熊的不自在让人心疼，尴尬的自我介绍，牵强的笑，不管是游戏还是发言，都最后一个做选择。他在努力的融入，而大家也在努力的接纳。台风蜕变之战开启后，被问到想过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，小熊笑着说，最多就是被淘汰，除非有粉丝会冲上来打他。虽然是云淡风轻的态度，但他从没有把回家当少爷作为后路。如他自己所说，如果是这种想法，当年回到加拿大就不会再回来了。他一直和自己说，为了梦想和舞台，再是最后一次。殊不知，在这好多最后一次中，已经走了很远。这次的蜕变之战中，虽然表现不错，实力也在线，但因为少了养成系最重要的曝光和物料，他并不在7进5的行列中。好在结果圆满，不负少年付出无数个日夜。
出道后，他接连产出原创作品，各大榜单的数据也遥遥领先，是被广大听众认可的好作品。目前也是成员中原创作品最多的。2022年，小熊成年，高考过后顺利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。回头看看他的成长记录，似乎缺失了很多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那些努力都不会白费，而他也会一步一个脚印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最喜欢小熊的哪首原创作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